苦楚之战第一章，邂逅护航线。第一集，搭从上海开往杭州的火车。你要离开本地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赐福给你。晚上临睡前，他按读经进度翻到创世纪12章，从头两节经文跳出离、去、赐3个动词，像在黑暗中忽然闪现的灯，又像照在路上的光，让他看到未来的希望。已故牧师父亲过去常告诫他，或独处，或与人处，只要小心态度。态度能建立人，也能毁灭人，尤其读圣经的态度。读经时的态度比读到的经文更要紧。不同人读经文有天地之别的洞见。父亲叮嘱他，当以求问的心、聆听的耳、谦卑的灵导读圣经，就是一边阅读一边祷告。按父亲教诲而行，他确信主耶稣借着经文引领他走前面的路。次日清晨早早起身，收拾行李，他搭出租车直奔上海火车站。此时正是8月下旬，眼下亚洲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，位于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。从上海开往杭州的火车停在南站站台，上午10点开。为抵御日本海盗，上海在1553年明朝嘉靖时，在四围修造6个城门和4个水门的环城围墙，城墙壕沟，黄浦江、城内经邦相互交汇。黄浦江和长江宛如伊甸园里的2条河，底格里斯河、幼发拉底河，滋润着西方人称为 Paradise for Adventurers 冒险家乐园的上海。然而地上的城墙挡不住日本人对上海的向往。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已在上海找到家的感觉，他们在上海比在东京更惬意。这天，上海南站的旅客不算太多，几个身穿和服、腰挂刀剑的日本浪人正在站台上与送他们的人鞠躬道别。发车前半小时，有位穿蔚蓝色丝绸短袖旗袍的年轻女子款款走向站台。她步履沉稳敏捷，姿态柔美轻盈，看似颇有运动健将功底。她左手拎棕色牛皮旅行箱，右肩搭黑皮小手提包，右手拿着刚买的英文周刊《密勒氏评论报》，走进2等车厢。一进车厢就看见几个日本浪人坐在紧靠车门处。他快步往里走，车厢中部还有座位。他走到一个靠窗座，背对车处的日本浪人，背对车门处的日本浪人放好行李，坐下来，拿手帕擦脸上的汗，从手提包取出小镜子，对镜梳头。从镜子里看到一个日本浪人正在瞄着他。他坦然收起镜子，靠着座椅，打开英文周刊，看到有篇文章说2周前，德国柏林11届夏季奥运会会场里到处可见纳粹标徽。那2个佛的符号顺时针旋转45度，互相交叉图案，仿佛2个 S， 双 S 标徽，在德国平民高举的旗帜上，在德国军官笔挺的制服上，扭曲的 S 宛如毁蛇。早在3年前，德国所有教堂里也悬挂着双 S 纳粹党旗。如今奥运会场内外，无论德国军人还是平民，见面互致德意志礼。文章一开始并未令他感到不安。
但是越往后读越不舒服。当他解读着代替军礼的德意志礼，提醒大家5个月前纳粹德国军队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，1年前德国扩军，重建海军、空军，发展装甲兵，打造潜水艇。德国这些举动早已使凡尔赛合约变成一纸空文。战争序曲正在奏起，和平之梦已近尾声。从柏林散发的战争味儿，随着太平洋气流正飘向远东。读完这篇文章，他感到心神不宁，不想看其他消息，就把周刊放进旅行箱，取出从朋友家借的法文小说《悲惨世界》Les Misérables， 淡粉色书签夹在他上次读过的那页。读法文小说的这女子看上去20出头，她旗袍的蔚蓝色令人想到光线柔和清澈的天，鞋襟有一对宝石蓝椭圆形绸布盘扣，领口袖口开叉并长到脚踝的底边，镶着深蓝色绸缎滚边。她肤色白皙健康，鹅蛋脸庞，前额偏分棕黑色秀发，整洁又光泽，直发垂肩，一字也眉，眼睛不大却有灵气，高鼻梁使面部轮廓有雕塑感，显出沉静之美。如不仔细端详，看不出她略施胭脂口红。火车开动时，他凭窗而坐，专注在法文小说中。这时，有一位手提黑色皮箱、体格健壮、中等身材的青年军官走过来，用上海口音官话，指着他旁边的座位说：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打扰了，请问我能坐这儿吗？”女子转头望他一眼，轻声应答：“当然。”军官放好行李，坐在女子旁边，被她手中的书吸引，心想：怎么这么巧？这书和我刚送人那本一样。随即把目光从书转到女子。他眼里的她，身材比大多数女孩稍高，单薄纤巧，却透着生命的活力，散发着质的灵气。她使他眼睛很舒服，使他感觉很亲切。他望他一眼，从他清澈闪光的眼神里，他看到静谧美丽的花园。他看他仪态安详，举止大方，声音轻柔。他旗袍的那种蓝是他最爱的蓝色。他觉得他美的自然纯净，这种美是化妆谋求不到的。他气质神态衣着，他手里的书，他低头阅读时的安静和专注，促使他了解他。他觉得世间之事真不可思议，在火车上遇到读法语小说的女子，所读之书竟与自己送人那本一样。他感受到他有吸引他的磁场。他很坚信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外表，而在灵魂。好女人与坏女人的差别在乎心灵和性情。他想结识她，这个想法使他心跳加快。他让自己镇静几十秒，用巴黎口音的法语说： Mademoiselle, avez-vous déjà vu le film Misérable？ 他听见他口中发出巴黎味法语，看着他因吸收足量阳光而黝灰的脸庞，愣了一下，心里纳闷，他一介武夫说巴黎法语。帕桑卡，他一边思忖他来头，一边用法语回答：J'ai vraiment aimé lire ce livre, et j'ai fini le lire le mois dernier。他说，
Pourriez-vous parler chinois？ 他说：“当然，中文是我的母语。”他说，他眼中透出小男孩的顽皮。这书是您的还是借的？他问。借的，他说。我也有一本，跟这本一模一样，送给朋友了。他说。您朋友姓什么？他问。姓林，双木林，名浩然，浩然之气的浩，恩深义重的恩。他答。这书原是您的，这是我从中学同学李默恩家借的。他说。我看完后借给好友林浩恩，又被他妹妹拿去。他说。宇宙虽大，世界却小。我刚回国见一位朋友借了一本书，这书居然从他而出。他心里感叹着，低头默然不语。小姐，请允许我介绍自己。他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绪。他微笑示意，听他说下去。我叫徐永道，徐娘半老的徐，永不变心的永，能说会道道。很高兴与书会友，能认识您。敢问小姐尊姓芳名？他说。我叫严宝慧，严金留骨的严，奇珍异宝的宝，不疑不讳的讳。谢谢您的书。他也用他的格调做自我介绍。他心想，我和他缘分匪浅，他读的书竟是我的。听他用的词，严金留骨，奇珍异宝，不疑不讳，便知他与我结属超凡脱俗之类。中国书法我最欣赏严金留骨，我也喜欢奇珍异宝，行事为人不疑不讳，正是我的处世之道。小姐之名概全了我的特征。他说。这位会说法语，懂书法的军官，还会恭维女人。他心想，严小姐喜欢从小说里读到什么？他问。启发人的思想，探求生命本相。他答。不喜欢从小说里读到什么？他问。大段描写风光景致。他答。为什么？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收看。